在视频的开头，想问一下各位知道的罕见病都有哪些？可以在弹幕里面留言。目前全球共确定罕见病大约7000种。研究显示，80%以上的罕见病由遗传因素导致，50%在刚出生或儿童时期发病。其实，在这期视频之前，我已经做过了几期罕见病视频了。由于这些疾病的发病率、诊断率都非常低，影响的只是一小部分群体，自然受到的关注就非常的少。可实际上，罕见病离我们并不遥远。就比如今天要讲的这个，可能会引起不少朋友的共鸣。当然，各位看完后也不要对号入座。如果不确定的话，可以去医院诊断一下。那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想必大家都想让自己的皮肤更加有弹性吧？可是有一种病，它的特征之一就是皮肤过度有弹性。这是一种怎样的概念呢？举个例子，这类患者可以尽可能的扯开脖子上的皮肤，轻轻松松的就能遮住半张脸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EDS 综合征，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。它的全名为艾莱尔当洛综合征，也被称为皮肤弹性综合征。艾米丽·维利就是一名患有 EDS 的以色列女孩。在小的时候，她就意识到自己关节异常的灵活，因为天赋异禀，还加入了艺术体操队。那些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较难的动作，艾米丽做起来完全不费吹灰之力。15岁那年，她的肩膀突然脱臼，而这一次的经历标志着艾米丽开始承受漫长的脱臼之苦。自此以后，频繁的关节脱臼严重困扰了艾米丽的正常生活。她的手一直很痛，连正常写字都费劲。所以后来，艾米丽只好退出了体操队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彻底告别了跑步、游泳等运动。然而，医生对于艾米丽的病情也是一筹莫展。他们从没见过一个年轻人竟会如此频繁的脱臼，有些医生甚至怀疑艾米丽的夸大病情。直到他看到美剧《实习医生格雷》的剧情，发现自己和剧中的一名罕见病患者的情况非常相似。因为那位患者在喝了一小杯酒之后就宿醉了，而且在检查过程中手臂也莫名其妙的脱臼。联想到自己从小关节就很容易脱臼，酒量也差得离谱，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艾莱尔当洛综合征，于是赶紧上网查了很多资料，果然很多症状都对得上。2019年，22岁的艾米丽正式被确诊患有 EDS， 这是一种影响胶原蛋白结构或功能的遗传性疾病。胶原蛋白是人体各种结缔组织当中发现的主要结构蛋白，它的症状包括关节疼痛、关节松弛和皮肤异常弹性，并可能发展成为慢性疼痛和关节脱位。然而，即便找到了困扰自己多年的疾病根源，艾米丽也为此走访了很多专家，得到的都是无奈摇头，仍然无法得到医治。其实比起未来会发生的事情，这些都还不算什么。2020年9月，艾米丽遭遇了一场车祸，情况不算严重，但她的一根肋骨脱臼了。更令人猝不及防的是，在车祸后半年内，艾米丽胸前的骨头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，接二连三的脱臼。不管是弯腰、开车、坐着拿东西、咳嗽等等，当一个姿势超过了30分钟，艾米丽就要担心会不会脱臼。就算是在睡梦中，她每隔一会儿就要醒来摸一摸肋骨，查看情况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，艾米丽都心灰意冷，她甚至告诉父母不想再这样过日子了。自己也恐怕活不过2个月，可转念一想，自己还很年轻，又不舍得父母，他便振作起来，开始在网络上搜索治疗方法。最后他发现，在美国有一家专门从事增殖疗法的诊所，是通过反复注射刺激性溶液进入关节内部，促使身体产生更多的胶原蛋白分子，从而治疗肌肉和关节疼痛。虽然这没能完全治愈艾米丽的 EDS， 但治疗过程很顺利，也大大缓解了她的骨骼损伤和疼痛，算是给了她第2次生命了。实际上，艾米丽所得的 EDS 类型名叫过度活动型，还算是比较常见，康复效果也较好。而根据艾勒尔当洛协会的研究，目前来说 EDS 可分为13种亚型，其中90%的患者都是艾米丽那种，主要表现为关节反复脱臼、慢性关节疼痛、活动困难等等。一部分患者症状轻微，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关节松弛、皮肤过度有弹性、身体部位能弯曲到不可思议的角度等等。而有些患者的病症则非常严重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们的内脏、肌肉、消化系统、神经系统都会受到严重影响，所以到最后，他们很有可能需要依靠鼻刺管或者静脉注射来获取营养。就比如一个在 TikTok 上面的名叫费尔南达·马丁内斯的巴西女孩，她今年25岁，因为在社交平台上展示了 EDS 罕见病患者的生活而备受关注。其实光从视频来看，费尔南达非常乐观，丝毫看不出她病得那么重。可仔细看的话，几乎每个视频她都带着鼻刺管，而这就是她一辈子都离不开的营养源泉。根据费尔南达的描述，自己从婴儿时期就已经不对劲了。比如他生下来就有严重的胃食道反流，一只耳朵是聋的。2岁那年，费尔南达的4肢疼痛的厉害，
家人这才意识到问题所在，可就是查不出病因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费尔南达要面临的难题只增不减。就比如他特别容易扭伤、关节错位，即便是做了治疗，这些病症都难以治愈。到了17岁那年，费尔南达在网络上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艾勒尔当洛综合症的社交群体。他对比了大家的症状，发现了很多共同点，于是立刻向专家寻求帮助。果然，经过详细检查，费尔南达被诊断为 EDS。可遗憾的是，这个时候他的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。在 TikTok 上面，费尔南达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网友们的问题，因为大部分人都只关注到 EDS 患者的皮肤异常有弹性，以及关节频繁脱臼等较为明显的症状。但费尔南达的内脏器官早已不堪一击，因为他进食困难，肠道无法吸收任何营养，引发了严重的营养不良。无奈之下，医生只好给他的体内放置了管子，并依靠静脉注射营养液来维持生活。自此，费尔南达再也没用嘴巴吃过饭。当然，他偶尔也会嚼嚼食物，但不吞咽，只是满足一下咀嚼的欲望。即便每天花费了至少12小时静脉注射，在2019年底，费尔南达再次面临营养不良，他的肝脏代谢功能也出了问题。费尔南达坦言 ，EDS 的患者最难的一关就是面临多种并发症。由于基因缺陷，导致胶原蛋白合成出现障碍。当然，这不是指 EDS 患者体内无法形成胶原蛋白，而是它的质量很差，容易影响体内结缔组织的形成。简单点来说，就是器官脆弱，血管更容易破裂。就费尔南达自己而言，单侧耳聋、遗传性血管性水肿、甲状腺癌、水源性荨麻疹和纤维肌痛，这些并发症都将伴随着他一生。其中水源性荨麻疹还有一个别称，就是水过敏。你们能够想象一个人对水过敏吗？费尔南达不能长时间接触水，包括喝水、出汗，更不能游泳、淋雨，因此他每周只能洗2次澡，事先还得服用抗过敏药。由于不能用水服用，费尔南达只能用唾液吞药，但效果微乎其微。他洗完澡，皮肤经常会布满红斑，严重的话还会伴随着刺痛感，就像有数千根针在扎一样。而在此过程中，他必须格外当心身体上的导管，避免弄湿感染。所以对于费尔南达来说，洗澡是个非常头疼的问题，除非他每次都洗得非常快，或者干脆只用湿布擦擦身子，不然的话又要经历一番生理上的折磨。可悲的是，面对各种并发症，根本没有特效治疗方法，除了关节脱臼能够用物理治疗进行控制之外，其余的症状迄今为止都没有彻底治愈的可能了。虽然如此，费尔南达依然不想放弃，因为自己得了这种罕见病，特别想要学医。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的初衷，也就是想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到这种疾病。费尔南达坦言 ，EDS 实在是太消磨人的意志了，99%的患者都深陷疾病带来的恐惧之中，无法自拔。而费尔南达是那仅剩的1%，即便病魔缠身，他仍然保持开朗乐观的心态，学着与 EDS 共存。遗憾的是，他听说不少病友自杀的消息，这更加坚定了他活跃于社交网络的决心。他希望自己的乐观能够感染到其他人。更想让更多的人了解 EDS， 哪怕只能帮助到一个人，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这只名叫托比的猫咪，我相信大家可能刷到过。它之所以特别，是因为长了一张悲伤的脸，感觉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实际上，托比也患有罕见病 EDS， 由于先天性胶原蛋白缺失，影响了猫咪体内胶原蛋白的结构、外观和数量。这使得托比拥有独特的外表，满脸皱纹。后来有一对夫妻在收养网站上面看到了托比，了解到他的病情后，义无反顾地收养了他。在抚养过程中，托比的主人发现猫咪的皮肤特别的娇嫩，在玩耍时经常会受伤，这让他们心疼不已。不过好在有主人的细心照顾，托比的猫生过得非常快乐。主人经常在网上分享这只猫咪的成长过程，希望能打破人们对于这种特殊猫咪的偏见。可遗憾的是，4年后，托比去了喵星。后来为了纪念它，主人又领养了一只患有 EDS 的猫咪。他们希望将爱情延续的同时，也能鼓励大家积极领养有特殊情况的猫。那在视频的最后，希望这些患有罕见病的朋友都能够控制好病情。当然，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，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可以想想，总有人比你还要难，而且他们可能比你还要坚强。和这些特殊的罕见病患者相比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理由怨天尤人了。那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对于这样的罕见病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郑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